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清茶。清茶呢，就是乌龙茶，就是它是属于半生半熟的茶。那之前呢，我们讲过了不发酵的绿茶、轻微发酵的白茶，还有25%发酵的黄茶。那清茶呢，就属于在生熟之间50%发酵的。那它的品质是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，它的茶叶本身呢是青褐色的，所以我们叫它清茶。汤色黄亮，它喝起来有一股浓郁的花香。乌龙茶的制作工艺是非常的复杂，基本工序有晒青、晾青、做青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焙、干燥。其中做青呢是乌龙茶品质形成的关键步骤。那不同品种、不同火候的工艺组合呢，让乌龙茶就犹如香水一般，有非常奇妙又多样的香气。乌龙茶主要有4大品种：闽南安溪的铁观音、闽北武夷岩茶，其中就有非常有名的大红袍；潮汕的乌龙茶，就是潮汕人平时喝的功夫茶；然后还有台湾的乌龙茶，就我们经常听到的洞顶乌龙等等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铁观音。铁观音呢，最早呢是茶树的名字，因为发酵程度呢它比较轻，它在制茶的时候有一个包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，所以呢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铁观音呢，就是一颗一颗的揉搓在一起的原粒。那在冲泡以后呢，叶面就会慢慢的展开，这时候就香气扑鼻。说你小酌一口，你就感觉你满口生香，而且是喉底回甘，所谓的气泡有余香。那闽北的武夷岩茶呢，就是在福建的武夷山一带啊，因为茶树是长在岩石的缝隙中啊，才因此而得名岩茶。那它的发酵工序呢，就相对较重一些，所以它没有这个包揉的过程。所以你看到武夷岩茶呢，就是一个条状的茶叶。那大家都说啊，它喝起来有一种独特的岩韵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想象一下岩石的感觉啊，它的汤色呢是橙红浓艳，滋味甘厚，就是喝起来嘛有一种成熟稳重的味道。就我本人呢不是特别喜欢喝岩茶，所以可能是因为我还不够成熟稳重。那在武夷岩茶中就有一款非常有名的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红袍。那就有人形容大红袍是皇帝的身价，乞丐的外衣，它的外形非常的不起眼，却可以卖到天价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在武夷山一带有6株母树大红袍，那这6株呢是有350年的历史了。由这6株母树大红袍制成的岩茶呢，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因为它的产量太低了。那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能够买到的大红袍，基本上都是由这6株母树大红袍繁殖培育出来的其他茶树来制成的。那广东潮汕的乌龙茶呢，就是一般潮汕人喝的这个功夫茶，它也是有非常多的品种，非常多的香型。比如说它有浓郁的栀子花香的，也有兰花香的，还有桂花香，还有天然茉莉香的，柚花香的等等等等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凤凰水仙。那潮汕人的功夫茶呢，像是他们日常会有待客非常普通的一个喝茶的一个传统，但实际上呢，功夫茶的茶道是中国最讲究的茶道之一，包括台湾以及日本的茶道都受此影响。那最后一个，我们就来看看台湾的乌龙茶。台湾的乌龙茶也是大名鼎鼎，像文山包种、洞顶乌龙、白毫乌龙和高山茶等等。那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洞顶乌龙了。它的外形呢卷曲成半球形，色泽呢墨绿油润，冲泡以后呢汤色黄绿明亮，香气高，有花香，略带有焦糖香，滋味甘醇浓厚，耐冲泡。那还有一款我特别喜欢的白毫乌龙啊，也叫东方美人。为什么叫东方美人呢？就是因为它具有的美白、养颜、瘦身等等的一些功效。它的口感和香气呢，也特别适合女生饮用。关于乌龙茶的冲泡啊，因为它是高香型的茶，高香型的茶就要用高温冲泡，而且要快速出汤。这样的话，你喝起来呢，它是带点微微的苦涩。那喝了之后呢，有回甘。如果说你泡的久了，这个苦涩的口感就会显得有点重。那关于乌龙茶，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，清茶就是乌龙茶，它是属于半生半熟的茶。它的4大名产区主要就是闽南安溪的铁观音、闽北的武夷岩茶、广东潮汕的功夫茶，还有台湾的洞顶乌龙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么多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。